嗨，各位好，我是 Xoli 部落的 Felix。这场联赛呢，我们刚刚已经结束了。那么最开心的呢，是能够和我们的 Bravo 部落，这个是个国人部落，第2名，和第4名紫薇阁的部落呢，能够在 YouTube 和 B 站上，有网上的一些交流沟通，非常有缘能够认识你们，也感谢你们喜欢我的视频。那现在最后的这2位的越南部落呢，就是我上一期给大家录的蝙蝠流的视频的素材。上一期视频下面呢，有 B 站的小伙伴在问我到底是削弱前还是削弱后的蝙蝠，所以2019年的首场部落联赛一定是削弱后的蝙蝠了。那在这里要恭喜一下 Bravo 部落，你们顺利的晋级。同时我们和紫薇阁还有战斗在纳美克星，我们3个国人部落还要继续的努力，希望大家今后都能够继续取得好的成绩。好，现在插播一个很奇怪很无语的一个事情。你看我们的2号 P 牛无穷大，我们叫牛牛，部落联赛结束以后，你看他现在是这个样子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下午突然离开部落，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去看他的号都是这样的界面。后来我们在微信里面问他呢，他自己也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的是很奇怪。然后难道是号被其他的什么原因覆盖掉了吗？这位成员的技术水平我们也非常了解，而且也从来没有用过脚本，也没有挂过机，所以他现在正在问官方，希望他的号能够恢复。好，言归正传，我们现在来录我们这一场部落联赛的第2集。这一集我们的主题是阵型防御的一些细节问题。那么从第1场开始看起，也是从我们的牛牛这个阵型来看，因为他连续防了人家3次。都是打了1星，你看这是第2场，仍然也是1星。好，我们看第3场，连续的前3场都是防了，只送了1星给人家。所以说呢，我们先从他的这个阵型开始讲起，然后之后呢，我们再展开来讲一些阵型的问题。好，我们现在开始来看敌方的对他的这场进攻。那么通过对牛牛的前几次进攻呢，也就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我把它归为一类，那么也就是进攻的时候对阵型选择进攻线路的问题。这是首先第一个问题，这个人呢2侧电龙的断边断得太远了，所以说一个断12点，一个断6点，然后也没有去探路的任何的东西，所以说电龙呢12点的电龙也死得很快。6点的电龙呢也差不多了。好，这个时候他就因为这么大范围去下气球和雷龙呢，首先第一个气球会死得非常快，因为火力它是顶不住的，总共才只有十几个气球，你下这么大范围2下就没有了，然后剩下就是雷龙自己硬扛伤害。所以雷龙呢，主要是一定要在小范围内下，范围越小越好。断边一定要断的比较，2侧要断的比较近，中间要集中。这样的话，因为它的范围太广阔所以说电龙也就非常快的就死光了。然后工程气球里的气球一爆开，那也是没有任何用了。它的镜像什么都没有复制到，这死得太快了。这一场进攻呢就这样失败了，这是大家呢在进攻的时候第一个要注意的问题，有的断边不能断得太宽了。好的，现在让我们来到第2场。第2场呢也是对方对牛牛的一次进攻。这次进攻我们来看他是怎么选择线路的。好，天使蓝胖流。当初我看他打下第1波蓝胖的时候，还以为是断12点和9点，结果他断12点和3点，那么就决定了他一定是从2点钟方向往主本方向打。那么这条线路呢，不是说你不能进，那要看主本的位置。所以这条线路进来，首先第一个格子太多，然后第二一个呢离主本太远，
而且在部落联赛的时候，你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样的陷阱会导致你走歪。这样的话，所有的主力都出去了，你下一个弹跳在那个位置也没有多少主力进来，即使进来也死得很快的。所以现在所有的兵都在外面绕圈，只剩一个女王，女王也跑出去了。所以大家在打部落联赛的时候也只有一次机会嘛，千万要记得稳二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失误。即使你在部落战的时候打首场，我觉得也不应该这样子选线路，因为这样的话，首先第一个，你为你的后来补星的队友，你一个是探不出陷阱，二一个呢也没有打出任何有效的线路出来，所以这个完全是即使放在部落战也是很失败的一个进攻。好，我们刚才说了选线路和断边的问题，来看看这一场我们首领受到的攻击，这个也是一个选线路与断边的问题综合的一个失败的一个案例。但是他之前也很细心啊，找了一些小兵过去蹭边，蹭一些这个摧毁度，有这个习惯还是蛮好的，所以大家要记住。然后雷龙呢，在3点钟开始去清边，天女下到12点，这个时候确实是不是太清楚他到底想从什么地方灌主力，因为黑胖下到这个位置，然后又用法师去帮女王断边，这样的话女王会注定，你看法师塔这个位置没有断到，然后12点位置呢又有箭塔没有断到，中间呢又是几个火力集中点，所以确实不知道。首先第一个就是女王受到的伤害太大了，因为我们看古装片也是，古装的战争片啊也是，就你进入一个虎口的一个地理位置，那一定是腹背受敌的。然后二一个呢，你看到他下主力的那个情况，因为两侧都没有断好边，所以女王进去了以后呢，如果是从上面往下走的话呢，下面打光了，他又会返回上面去。那女王下到下面的话呢，也是相同的道理。然后他这个时候呢，女王走歪了以后，并没有和主力去汇合，主力呢确实是走到正心了。然后天女呢，天使并没有补到主力，这样的话，女王和主力分别都死在不同的地点，这场进攻也就是完全失败了。所以这个选线路和断边真的是非常重要，大家千万要记住。好，那么我们说完了第一类问题，我们来看看第二类问题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这一场呢，就来以对方打我的小号的一次进攻来做示范，因为这个打小号的这一场进攻也是比较典型的一个细节上把控的一个事情。好，我们开始看回放。那么这个阵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非常难打的阵，只是一个细节把控的问题。其实它是有明显的进攻线路的，小龙断9点，天女是希望往6点的方向滑，然后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颗黑搜空。那么打掉了小龙以后呢，天女的方向就彻底歪掉了。歪掉以后，其实他还是没有慌，然后用炸弹呢，去把炸弹塔冰住了以后，用炸弹人开墙，希望天女能够往里面走。所以看这个反应速度啊，也是个老司机啊。然而里面并没有什么东西，所以天女打完了以后就直接又出去了。你看他手里还有2个气球啊，真是没有理解到啊，他为什么会不去探一探呢，然后再来走。所以现在天女走歪了以后没有办法了，就按照原计划下主力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感觉他整个心态已经崩掉了，就是车也暗爆了，然后下了个弹跳。上面呢，冰人、雪人去打永王，直接把永王和这个天女也锤死掉了。然后下面呢，基本上所有的兵也没有一个兵走到主本的位置去，所以根本这场也是一个是有明显的线路可以走的，就是因为没有去探防空，造成整个主力全部死光。到最后这个韩国的部落，他们是我们小组赛的第1名啊，唯一的一次失败就败给我们了。好，那么这个是第2类问题，一定要去多准备一些探路的小兵、探陷阱的小兵，
要不然打一场联赛或者部落战，看了几个小时，看得好好的线路，结果被你一个细节失误就毁掉了，这真是很可惜。好的，那么我们来看第三类问题。第三类问题呢，是你在防守的时候超阵的一个问题。我们就用我们的首领 XO 他的这场被3星的当做一个示范吧。首先呢，他抄的这个阵呢，也是不知道哪个战营抄来的，连陷阱、墙体什么都没有动过，并且战斗在纳美克星的这个部落呢，也是战斗能力蛮强的，防守能力也非常好。一个阵你抄来以后，如果不针对，不在部落战或者联赛里面，我觉得尽量是在部落战里面吧，通过对方的进攻线路去对墙体和陷阱做一些调整的话呢，那你的这些阵呢，我建议还是最好不要用的，因为你遇到会打的，那有可能是很快就能找出线路。那么第二种呢，是遇到人家可能自己都有的一些阵，那你一定是会被删掉的。就像我们部落内部有很多人都是看过我录一些有固定解法的一些阵型的3星视频，那么他们呢，只要照着那个样子稍微练一练，3星的几率也是相当的大的。这次呢，确实通过和纳美克星的这个部落的战斗，令我们学到了不少，非常感谢啊！那现在3王呢，去处理援军主本，车子里装的黑胖其实主要是拿来当抗伤害的作用的。3王真的是几乎发挥到极致了，所以这一场呢，我要说的问题，也就是你抄阵的时候，确实是建议一定要抄来以后呢，不要马上就拿上场用，要通过互相的友谊，然后部落战里面呢，把这个阵放上去以后，通过看别人对手对你的进攻，这样你再对阵型的墙体和陷阱做一些调整，那么这个阵呢才可以用。好，现在3狗30球的这个暴力狗球的配置呢，也是我今后做狗球的这个教学片可能会讲到的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下球的这个手法，每一组气球3球或者4球都点到想要去的一个建筑位置上去了，分了2波来下，而且在气球集中的这个线路上呢，会下到法术会下到药水、狂暴和极速，每一波气球都吃得到。然后在多头的地狱塔的位置呢，就赶紧给一颗补血。你看，真的是下法术啊，下得非常好。通过这场部落战呢，不管是阵型还是进攻的打法上面，我们都学到了不少。我再次对你们表示感谢。所以你只要遇到 COC 里面的老司机，你的阵型是不可能一动不动原封原样抄上来就直接用的，有非常大的几率啊，要么是有你这个阵，要么是打过你的这样的一个阵，所以你是被3的几率是非常高的。那么同时呢，还要向大家展示第2场他们的对我们的3星，也是非常厉害的一次进攻。当然同时也是一个阵型完全没有动过，抄来以后直接拿上场的一个阵型。那我们就把这一场呢当做收尾吧。其实这个阵型呢很搞笑，就是我们部落很多人都用过，甚至我们对面的部落他也在用，所以这场联赛是直接撞阵了，大家都是遇到一模一样的阵，我也有你也有，所以这个为什么我特别要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强调来说。好，现在看它呢是天女加蓝胖流的这么一个配置，但是这样滑天女呢，确实是我们觉得是非常大胆的一个做法，直接把天女滑进去处理阵心，然后把援军大雕全部处理掉。这样的线路如果你不是非常熟悉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人敢直接这样用天女蓝胖流的。所以大家仔细看这一场，现在天女顺利的处理掉了大雕，因为多头地狱塔粘到永王了嘛，所以把它冰一下。好，现在就是关键了，天女滑过来以后呢，他一边断边，然后另外一边呢就中间就下了这个工程车，然后主力蓝胖就开始往里面灌了，天女呢就慢慢打墙出来和主力汇合。
惊讶吗？看到这里，真的是这条线路，我觉得是我们自己用蓝胖流用了2-3年的，我估计都不敢这样子用。好，永王开了技能，也没有弹跳。一般像这么多格子的一个阵呢，使用蓝胖流应该还是要准备一个弹跳的，至少。所以这个也是充分证明了，你看他最后一个气球还留下来处理3点钟的电塔。所以这个反过来说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既然大家撞阵了，就是证明大家都有。那么只要大家都有互相练习的话，一定是有固定的线路的。所以纳美克星的这帮部落的兄弟啊，也是放到最后来打我们的这个阵，免得被我们把这个线路学过去。这样的话呢，就拿到了一个3星。所以这个就是在超阵上的一些问题，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一定要在部落战和互相友谊的时候来测试一下，多改一改啊。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对方的纳美克星的一些阵型。其实并不是说我去公开他们的阵型，其实这些阵型都是，你看像这个3号，他是 ZA Family 的，叫雷锋吧，这个人的，他们的所有的阵，像这个也是之前有人破过的，只是我们没有打出来，都是一些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阵型。所以我在这里想要说，就是优秀的部落和优秀的部落成员呢，一定会对优秀的阵型是非常敏感的。那么大家会相互的去传播，相互的去测试，能够去找到一个非常好的阵，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希望大家呢，以后在超阵的时候呢，一定要对陷阱和你的这个墙体经过测试了以后有一些调整再拿上场，不要完全一模一样再拿上来了。好吧，那么今天的视频呢，我们就录到这里了。希望纳美克星的这个部落呢，下次也能取得更好的成绩。你们的阵型呢，其实蛮好的，我们的阵型也该调整调整了。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呢，感谢您在下方点赞和订阅，我们也会及时的为您呈上我们最精彩的3星的视频。同时也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您的想法和意见。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